前2天啊，我们是在这边砌一个卫生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当天我们是把这个过梁打好了，现在这个过梁已经拆了模，上面继续砌砖了。这个砖的高度将近是2.6米左右，给它砌上去之后，等到完全的凝固，然后就要做粉刷。依然是专门留了一个师傅砌砖，一个师傅搬砖。在3楼的位置，也就在以前炮楼的位置，我们要砌一个小房间。现在走上去看一下。这个楼梯还是比较窄的。这2天呢，我们搬一些材料都是来来回回往这个楼梯上面走。然后这个护栏呢，估计也要换了，以前是用钢管做的，现在已经全部都生锈了。哦，我以为你还没吃面，我的那个多余的面我都全部给对。今天早上煮多面了。吃完了，我说这还一个人吃，他们一个人吃这个了。是的。太多了。房门就留在这里啊，然后这边留个小窗户啊。就在那个房子旁边吧。80公分吧，可以吧？80还是90房门？和这个差不多嘛，这边留个小窗户就行了啊。就在门旁边留个小窗户嘛，你要留在中间好看一些了。这边，门旁边立一个大概12个户，一个柱子12就可以。那你不行。可以。你这边没怎么受力，你房门也要用这笔墙。你怎么这啥的？它主要是这边第一方墙，这块墙受到力，底上也可以受力。是可是的，那你这窗户留在中间不好看些吗？因为多半都是这边起作用，那边没有起作用。反正我觉得窗户留在中间好看些了。斜往哪边斜的？是往这样斜还是这样斜？往这样斜嘛。这边斜。啊，稍微倾斜一点点就行嘛，这个上面的这个顶嘛。整个这个小房间呢有10多个平方，我们算了一下，将近是有100多个砖吧，反正建这个小房间。10个平方不到。有不止，这边有4米多，这边有3米。没有4米多。没有吗？3米多。反正10来个平方应该差不多吧。毛边10个平方。像这边的砖墙呢，我们直接砌在这个以前的砖墙之上了。这边以前都是用1.5的水泥砖来砌的。肯定受力啊！你这个是砖墙，从1楼一直上来，你还不能建在这边呢，只能在这里。我问一下。这个顶要和这个是平的，是吧？好的。你叫了这个棒车，这上面要打10。找这边完了得接着边。我和师傅商量一下这个房门怎么留，因为这边是一个小房间，大概里面有12个平方左右。刚刚呢，大哥和我说了一下，他说这边留一道房门2米高左右，那这个板子加上地面的距离是2.1米，所以这个房门呢，我们只能把这块砖给去了，然后这个房门就安装在这边，和这边是80公分的一个房门，到这边刚刚是2米，相当于我们上面就不要打一个房门的过梁了。以后打这块板子和这块板子就全部让它连成一体。这边呢做个80公分的窗户，坐在旁边，那边和那边都不留窗户了，相当于这个房门以后做好是什么样子呢？和这个是一样的，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就是一面砖墙，这边呢是一面砖墙。以前我们砌房门这边会单独立一个砖上来做一个房门，现在就不用了，相当于这边的房门就靠着这边。两边的做法是一样的，这也是80公分的一个房门。进来之后就是一个露台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小房间。他准备把这个洗衣机啊，还有一些杂物呢，全部堆放在这里面。然后平时晾晒的一些衣物呢，就放在这边，干了之后就给它晾晒在里面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。那现在大哥呢，已经到城里面去买钢筋，还有模板，还有领子。这个支撑要做领子，上面呢要用模板，还要买钢筋，上面扎一根筋，做一个盖板，相当于整个平面呢和这个是差不多持平的。
这根尺呢，主要就是李一工师傅所用的，砌砖的时候用。它底下有个很重的吊托，是一个铁的，吊一根线下来，就可以量到这个砖到底砌的平不平，在不在同一条直线之上。今天楼顶的位置，我们是专门留了2个师傅来做这个小房间，一个师傅挑这个水泥砖，从1楼马路那边挑到3楼。其实每一块砖大概有30多斤，也挺重的，来来回回用人工这样子挑上3楼，一天啊也是非常累的。当然砌砖也是很累，一天时间基本上要把这个砖墙全部砌好，留一半的空间做一个天然的露台，然后是露天式的。以后大哥住在这边，吃过晚饭之后，在这里放上一个躺椅，每天呢看看远处的风景，还是挺惬意的。在2楼的过道位置，大哥要在这里开一个窗户，现在把这个砖孔给打出来，和1楼我们做的那个一样的方法，把砖孔打出来，底下呢先打一根过梁，相当于把钢筋和混凝土打进去，作为一个支撑，然后再把底下的砖给敲掉，就把这个窗户给打开出来了。整个窗户呢是1米的高度，大概是1.2米的宽度，这样子一个窗户。他说以后站在这个位置可以看看这个门前的一些景色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农村的自建房大门口的上方，也就是整栋房子的一个中心点，一般都是不开窗户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哥他一直就是坚持他的一个想法，他说就要在大门口上面开个窗户，因为1楼的位置在这上面呢就是一个窗户，底下就是这栋房子的大门。按道理来说是不太好的，但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到时候说的多了，他就以为我们可能为了省工不给他去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呢说的再多也没办法。之前我就给大家说过，这个大哥他这个人是很固执的，一心呢只是按着他自己的想法去做。我们提再多的意见，可能在于我们觉得是合理的，但是他觉得我们可能是为了省一些工或者多做一些工，这样子反正对他总是不利的。意思呢就是不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那现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按照他的要求把这个窗户给开了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这边是前几天我们做好的一个过梁，就是2条红线的上方打的混凝土，就是一条过梁。这底下的砖马上要拆了，做一个大门，然后在大门的上方马上又留了一个窗户，相当于整面砖墙就留了2到3个窗户，这样子看起来是挺不协调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的。现在师傅已经把上面的模板装好了，马上要打这根过梁的位置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上面开了个窗户，然后沿着镜头走下来看，这边就是我们以后整个房子的大门所在地了，也就是这块要开一个1.2米左右的大门，相当于我们整栋房子以前是坐南朝北，现在换一个方向就变成了坐北朝南，这边呢是南方。在这里要开一道大门，相当于大门的上方就开了一个窗户。当然我们给他建议，他还是不听哦。这边的膜已经装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块板子里面装了一块膜，然后放了3根钢筋。待会儿呢就用这个砖孔的位置把水泥砂浆往里面全部灌实，然后整个过梁打好了之后，这个画线的位置就要开一个窗户出来了。因为上面是楼梯踏步的位置，必须要加装一根过梁，这样子呢要更为结实牢固一些。走上去看一下，可以吧？一个上午的时间，这边的砖墙已经快砌好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外墙的位置再砌2、3块砖的高度，基本上和以前那个炮楼啊差不多就持平了。我们准备做统一的高度。
相当于2间是统一的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就是留了一道房门。整道房门我们做好了之后，留是留着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房门做不做，实际上都没关系，因为只要挡住这个雨水，下雨天不要往里面进雨水就行了。这个房门反正都是在房子里面，一般的外人他也是进不来的。然后这个位置啊，是留了一个小窗户，也是80公分左右，大概是4块砖的高度，我们开始留窗户，相当于是80公分。这边的砖墙呢，基本上也砌好了之后，也达到了2米多高，还要做一个粉刷哦。实际上，整个这个小房间呢，还是挺宽的，10多个平方，完全砌好了之后，可以用的也是挺多的，比如说放一些洗衣机啊，还有一些杂物啊，都是可以堆放在这上面。大哥啊，还是非常倔强的一个人。他说这个窗户要紧挨着房门而留到这块位置，但是我还是自作主张给他留在中间，我觉得更好看一些。再一个，留在房门的边上，这个房门整个受力只有1块砖的，大概的一个尺寸，这样子呢受力也不行，这样子多2块砖拉扯。整个房门受力也要更好一些，所以窗户呢依然还是留在中间。反正他现在已经到城里面去买钢筋、买材料之类的。等他来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窗户已经做好了，他应该也不会说那么多吧。就像我们给他提的建议，在2楼开的窗户不能对着大门的上方，相当于要给它移开，那就意思整个窗户2楼那个窗户就不要开了。但是呢，他就觉得可能我们是为了省去一些工作，不想给他做这个事情，不想给他开这个窗户。他说那不管，一定要开在大门的上方。像我们农村建房子，哪个自家的房门会开在大门的上方开一个窗户呢？基本上是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的。那当然各说各的有道理吧，但是我们很多东西还是给他提了建议，他不采纳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的做法究竟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